望自己可以将我的创造力跟管理的能力，或者是领导力等等的，可以有发挥的职场，并且对社会有一定的意义跟贡献。起初在实习前的时候，我对于职业想象比较偏向于像是理想和梦幻的状况，就像是在电影剧里面看到的那个商务人员，他们在谈商业沟通之后，只要握个手、签个备忘录，就完成几千万或者几亿的项目。我会希望我自己，不论在以后的这个世界，不管是我可能在哪个产业，或者是哪样的职位，我都能够发挥我可能是本身是这个气候科学或者是环境科学的专长。人生的道路跟职涯道路一样，充满未知跟挑战。我们要鼓励各位同学们在实习的过程里面，跟真实的世界连结，试着解决真实的问题。这样做有一个重要的好处，是能够让我们跳脱人与人争的习惯，而逐渐朝向人与事争的方向发展。当我们能够共同一起来解决真实世界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才会对自己培养出更多的信心以及勇气，才能够面对未来更多的挑战。跨领域职涯培训台湾引路人计划今年已经迈入第3年，我们从2023年试办只有14家企业加入，到今年已经有将近90家企业以及数百位的中高阶主管加入这个计划。职场与职涯从来就不只是课本上的理论，可以靠考试去验证所学。非常感谢所有的企业伙伴们与我们共同创造这样独一无二的职涯练习场。在财经系，在台大，大家可能会一直去追求正确解答、正确的算式、正确的模型。其实很多时候是你把你的蓝图、你的想法好好的呈现出来，然后有一个完整的 storyline， 让这一切都是 convincing 的，可以说服人的。那这样其实就是可以实际的去推动一个商业活动的运作，会有很多需要灵机应变的部分，这样子。对，那我觉得这个的话是让我自己觉得成长蛮多的，不是就是一昧的惯用学校里面教那种理论，然后照着公式去把它解开。我们学术研究上一般都是有了一个假设，然后去做检验和验证。那么在实务上，就在职场上，最大的差别就在于说，他们更重视于这样的假设论证的过程，它要怎么样落地性，就是怎么样落地到各个部门去做应用。那么另外就是价值创造的部分，它能不能为集团带来价值？进入部门之后，第一个接触到的就是设计案，然后因为我们土木系比较不会接触到设计相关，尤其是室内设计，然后第一次碰到的就是非常大的案子，但是实际在案场里面会需要的可能会是非常专业的能力，甚至是还要再花自己的时间再多加延伸。这是当初也是让我觉得会感到比较挫折，但也是挫折的点就是成长的点这样子。我自己最有成就感的部分呢，是在被交付一个完整的 side project 的时候，就那个当下呢，会觉得自己好像自己的能力或是前面的表现有被 mentor 或主管看见跟认可。在这工作，我觉得最难能可贵的就是因为我们可以实际的去跟外部的主管，或者甚至是管理层，或者是真的实际去促成一个 deal， 那这就会有双方的利益嘛。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框架之下去提案跟做简报，是我会觉得在跟学校很不一样的地方，也是蛮有挑战性，让自己成长很多了。渐渐让自己更勇敢的去提出自己想做的事情、想走的方向，这样。其实，在跨领域的过程中，很常会 question 自己，会觉得说，我的能力到底适不适配这个工作，或者是我现在做的够不够？那在真的投入到职场之后呢，大家就会给你很多的建议跟 feedback， 你也可以知道说以后要往哪个方向去努力。另外就是自己的自信心吧，你可以知道说我其实也没有那么差，就是因为我一开始进到富邦的时候，然后我在可能一些图要被改，或者是一些提案被问的时候，我就会很打击，但是在不断去跟 mentor 去沟通，或者是去问问题之后呢，发现其实自己我就是一个学生，我只要慢慢的继续爬，我一定可以就是成为我想成为那种人。
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一句话，就是他说要叫我就是跟自己对话，因为可能透过跟自己对话，可以发现在就是我在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或者也是可以反思，就是看看自己在这期间有没有就是成长，或者是哪些收获，都可以透过就是对话这样子来实现。要我就是不要很理所当然的接受，就是可能不管是同事啊还是主管给我的可能所有的任务或指示，就是我要抱持一些疑惑的态度，就想我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件事情就是的原因跟理由是什么，然后这件事情是真的是最有效率或是最好的选择吗？我 mentor 跟我的背景其实蛮像的，所以他是鼓励我说，至少在实习或是刚入职的这段期间呢，可以不用怕去问问题。所以我们跟台大引路人这样的实习计划来做合作，提供给同学的，它不仅仅是一个体验，它也是一个学习啊。他要学着是跟不同领域的人来一起合作，他可能也要尝试去发挥他的创意，他也需要的是怎样去培养他自己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台大引路人这个计划很不一样的地方是说，它是真的是可以就引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的业务上，是一个正职生的规格来去寻找这样具有潜能可以帮助我们。它不是只有我们培育他，而是我们希望他可以来帮助我们所不知道的，在学术界已经在谈的，刚好可以补我们不足的地方。我们其实有点小小的小心机，是希望可以由学生来当一个鲶鱼，来刺激我们，告诉我们说，现在学校在干嘛，然后有没有什么我们没注意到的，有没有可能跨域。透过实习生实际的工作展现，其实会让不同的单位主管看到不一样亮眼的地方。因为这个过程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啦。有一些主管其实有跟我分享到，他们会回想到自己刚进职场的时候的对于很多事情的彷徨或者是不确定的那个感觉。我觉得对我们自己来说，是一个很好重新思考在怎么样去帮助别人，怎么样去让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怎么样从不同的人的身上去学到优点的一个过程。我们互相在学习，互相在成长，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棒的。我觉得他们都会有一个非常有企图心的特质，他们也都是很自动自发的去完成所有的任务，只要给他个目标，他们就可以自己去找出方法，然后找到资源。他们都准备得很好了，只是因为他们刚从学校出来，所以可能对自己的产出会带有一些疑虑。可是其实他们阐述的内容都是非常有品质的。这就是我们期待的，可以让学生在职场上面做探索，然后探索完之后，可以确定自己未来不管是自己生涯的发展，或者是职业发展上面，去帮他们协助做一些目标上的厘清。其实我觉得，有些事情在脑中想象跟实际做起来，其实是有非常大的落差。那我觉得找职业方向也是。那我觉得实习对我来说是一个我用最小成本去试错、去学习，然后去认识自己的机会。那我过去也是透过4份实习，然后慢慢去更聚焦我对于职业的想象。在一个我还不知道未来要做什么的情况下，我就先用一个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然后先去看就是整个产业，然后再更去聚焦说自己最有兴趣的部分。会想要再去看更多不一样的职场现场的那种感受，然后慢慢的去学习，慢慢的去成长这样的感觉。在台大待了5年到现在，那其实就是已经开始有感受到说，我以前做这些跨领域的事情，其实是有回馈一些正面的效益到我身上。我会更想要去趁我可能是在这个毕业还没毕业这样期间去认识，把握时间去认识各种跟我背景差异很大的人，或者是说去修一个可能完全不同学院的课这样子。但是因为我那时候在面试的时候，就有跟面试官提到说，就是我还在一个探索的阶段，就是我没办法确定说我未来就是一定要走行销这条路。他们好像就是有因为我这句话，所以就是让我去多方探索。经历完这一次之后，其实我就觉得说，我自己真的是对行销蛮有兴趣的，就是不是那种3分钟热度，所以我未来可能就是会比较偏重像是去找一些金融产业里面的行销实习。像刚提到，我起初对我自己的职业是比较偏向于模糊的轮廓。那透过实习，它让我能够更清晰的了解到，我可以在职场上面我的定位在哪里，那我可以怎样去锁定目标，去做更进一步的发展。
在实习之前，其实我有到职涯中心去做过 CPAS 的测试。那当时的结果是说，我还蛮适合做就是与人互动的工作。那在这次实习期间也有验证到，我觉得毕业之后应该还是会往就是事务所发展。但可能就像刚刚说的，就是可能会考虑到更多可以与人互动的一些职位。以往的话，因为我是求职者的身份，所以可能就是我在面对的是那些面试官。那现在变成角色互换，就是以终为始的这样的概念。因为我先了解就是企业想要什么样的人才，那我可以透过就是我现在这一份工作，先去在大学期间先准备。那在未来我成为求职者的时候，我也可以就是展现这些就是企业所希望的这些特质。永远都不要去害怕犯错这件事情，因为如果你一旦害怕犯错，你就有可能没有办法再往前进到下一步了。有时候错误也是一种学习，当然就是我们不可能人生一帆风顺嘛，所以也是希望他们可以很有自信的面对，虽然这一次我做错了，可是下一次我会做得更好。我发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很多人会在他的表达前面加上可能或者是如果，就是对于很多事情的不确定性，但我反倒会希望他们能够多去做一些尝试，因为年轻就是本钱嘛。那你尝试了，你才知道怎么样去修正，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能力更提升，或者是从错误当中去找到成功的因子，然后去复制这个成功的经验。这是我希望接下来在年轻人的就是实际职场的初体验的时候，能够给自己更多的信心跟勇气去做到的。勇于去尝试，勇于去学习，那要永远保持自己那种热情跟好奇心啊。我们的同学，他都在实习期间都已经用你的行动来证明，你是可以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然后接受挑战，然后在挑战当中去成长。那一定要把这样的精神，那带回到学校，带回到你未来的职涯，带回到你未来的每一个舞台。所谓准备未来的职涯，也许不是准备未来的一份稳定的工作，我们该准备的是未来一个稳定的能力啊。我觉得未来它会是跨域的，你可以在一个特定领域里面做深度的发展，但是其他领域的东西一定都要接触，就是拥抱学习，充满好奇心跟充满了学习的能量，就是当成白纸不断的吸收。就像我现在工作25年了，我还是在吸收这些新的东西。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不是短期的一个求职，是你整个长期的一个职涯上面都是非常重要的。除了持续的学习之外，再来就是你怎么样就是善用连结所有的资源。所以另外一个软实力，你要学会怎么跟人家共处、共学、共创。我觉得优秀的台大人跟一般的台大人差别就在于会不会沟通。将来到社会上一定不会只有靠你一个人，你到未来你想要做更大的事情，你必须要有一个团队，你需要有人跟你一起合作，把这事情做大。那怎么跟人家合作？最重要就是要会沟通，你要能了解别人，也要让别人了解你。我做很多那个 interview 的过程当中帮助别人的这件事情，要有一个使命感的人，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因为你内心是真的喜欢这件事的人，他会跟这个机构的核心价值跟他做的事情是契合的。包括我自己做到有时候每天的这种繁琐事情都会埋在其中的时候，最后会需要回到你的初心。其实我们说的是帮助人，其实也是帮助我们自己。我们在公司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很多事情我们没有事先准备好的标准答案，然后你只要扪心自问，或者是尝试去做，在过程当中不断去检讨，就会看到无限的可能。其实舒适圈都是自己画出来的，就是你只要打破你心里的那种限制，其实就会发现一些都是很简单的事情，只是你自己有没有突破你心里的限制而已。实习就是一个最好尝试工作领域的一个方式，毕竟大学时期的实习机会成本是最低的。在大学期间有时间的话，就先去实习看看，去自己想去的、有兴趣的领域去尝试。那给自己一个短期的体验券也好，那是长期的提前先发展也好。
我觉得真的是要多利用学校的资源，像台大不止引入人计划，像职涯发展中心的资源也很多。那上学期的话呢，就是我在参加了模拟面试工作坊，我觉得这个工作坊真的帮助我非常大，发现自己要学习的还非常多。鼓励学弟妹可以多在就是收到学校信件的时候，记得多看一下，多留意一下有什么资源其实是可以报名的。然后只要有时间就不要吝啬来参加，会收获我觉得会是出乎意料大。职涯的道路从来不是单向道，而是一场充满反复探索与实践的旅程。职涯中心希望透过职涯探索、职涯赋能以及职涯发展3个面向，打造产学共育未来人才的平台。我们携手企业，陪伴同学走一段职涯冒险旅程。邀请各位同学们在实习的过程里面，还有在台大求学的过程里面，实际的感受到有很多人在背后支持大家，不只是学校老师们，还有我们很多学务处的同仁们，以及企业实习的伙伴们，一起在背后支持大家往前迈进。未来在职涯的发展上，我觉得最好的方向就是带着这份感恩的心去帮助其他的人，会让我们的社会往更好的方向发展。想要跟同学说的是，人生很长，而职涯其实是一辈子的功课。我们也鼓励同学可以借由这个平台，勇敢尝试，踏出职涯探索的第一步。同学不要担心，学校与职涯中心永远都会是你们的后盾。